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特斯拉 Daily。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8月10日的走势。那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特斯拉现在这一波上涨到底是真正重新启动，还是只是一次反弹的陷阱？那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在8月7号特斯拉给出了一个非常容易让投资者产生分歧的信号。一方面股价上涨，然后成交量增加，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技术指标开始改善，那这些都是多方希望看到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股价在333附近是遇到了明显的压力，上方呢还有我们说还有330和342这两个重要的压力区域。那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开始反弹，但还没有完全确认。那么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将决定这一波反弹究竟能不能升级成为新的上涨的趋势。好，我们先来复盘一下8月7日的走势。我们先来看，在8月7日当天开盘是在322.3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33.73，那最低呢是在321.25，收盘价是收在了328.58，那全天的浮动的幅值呢是约12美元，成交量呢是3949万股，相比较前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量增。那么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呢改善，那科技股表现较强，特斯拉当天上涨约是2.8%，收于328.58美元。但是单看上涨还不够，我们需要看当天价格运行的过程。我们来看分时图，在8月7日我们先来看线形，在8月7日生成的是一根含有上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当天多方确实是发动了攻击。开盘之后，那买盘呢推动价格向上，最高是冲到了333.73，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到了333附近以后卖方开始出现，价格呢随后是回落。那这说明333美元的附近目前仍然存在明显的压力。不过这个还有一个细节呢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在股价盘中出现了回落，但是股价并没有跌破到当天的最低，也就是321这个位置。并且呢，大部分时间我们会看到回落之后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运行。那最终呢，收盘价是收在了328.58，重新呢站回了5日均线值。同时呢，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也超过了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那这说明短线资金正在重新进入。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指标首先我们来看 KD 值。那 KD 值呢，目前是双线继续向上，那开口没有明显的扩大，说明短线的动能仍然是保持，市场不是简单反弹一天之后马上结束，买方力量呢是正在恢复。我们再来看 MACD， 目前是快线上穿了慢线，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在零轴上方呢是出现了微小的绿柱。那么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说明之前持续压制股价的空头力量正在下降。那换句话说，卖方没有之前那么强，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很多投资者啊看到 MACD 改善，就认为现在趋势是不是已经反转了？其实还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趋势反转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指标要有改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价格要突破关键的压力位。那目前第一个条件已经发生，也就是指标已经发生了改善，但是第二个目标还没有完成。那么第二个我们说的这个条件呢，就是上方其实是在前面这根 K 线最高330一直到342这个区域也就是还没有被站上。好，那么这是我们说指标的信息。那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特斯拉 Daily 的预测。当时我们给出了两个可能的走势，第一个是回档，条件是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呢股价是不能够站上318，我们预测收盘价会在305附近。那么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的股价是反弹，条件是高开盘，然后在盘中呢是不能够低于314的。那收盘价我们给了两个点位，一个是321，另外一个是呢到332，在这个位置。好，而实际结果在8月7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收在了328.58，市场呢走出了我们给出的第二种，也就是反弹，但是呢强度超过了预期。对，因为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是在321这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原本判断的是可能出现弱势的反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321，但是呢，实际市场的表现呢，买方主动性是更强，股价不仅是守住了下方的314，而且是突破了我们会看到是前面在8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说327这个位置。那最高呢是接近到了335这样的一个压力。那这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市场的这个短线情绪正在改善，但是强反弹不等于趋势完全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观察，也就是上方上涨是否能够突破关键的压力位。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上涨的方向，长期的目标我们仍然是关注433，是这个位置。但是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市场还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前高330，这是第一个压力，也是当前重要的价格区间的一个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342。那么目前20日均线值是到达了339这个位置，所以呢，从339到342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压力。好，那么股价只有突破342，并且站稳，那么市场的结构呢才会有明显的改善，也就是结构方面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下一个阶段才有机会去挑战，例如我们上方曾经提到过的358，甚至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的386也就是这两个位置。所以未来上涨的途径不是直接看433，而是要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关键位置。好，我们总结一下，关键的位置是330、342、358，还有386，然后才是433。好，那么如果我们说股价目前是在反弹的走势中，如果这个反弹失败，那我们还必须要同时考虑风险。那么如果市场没有突破关键的压力，那么下方有
哪些重要的位置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323到327，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这个区域。这是当前短线的第一防守。第二呢是10日均线值，是从315到318。第三个就是310，然后第四个是297到300关口。那么我们说，如果股价突破了310，说明这次反弹明显的是失败，那么市场可能会重新测试更低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提到的297，甚至是下方的274。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对8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仍然给出2个剧本，第一个呢是股价是继续反弹，条件就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呢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23的。那如果发生，说明多方继续控制节奏，那么预计呢我们说开盘高开，最低在323，最高上方会到达341，然后收盘呢会收在339附近。这个走势呢意味着市场会再次挑战342这个位置。如果尾盘能够接近340呢，甚至是以上，那么下一步突破342的概率会增加。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剧本，也就是回档整理。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无法突破327的。然后预计低开，然后最高在327，下方最低会到达313，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18附近。那这个走势代表8月7日上涨之后，短线资金开始获利兑现，那么市场呢重新测试均线支撑。好，那么对于8月10日呢，我们其实我想再重复一下，就是要盯住3个数字。第一个就是321前低这个位置。如果守住反弹呢，反弹的结构会保持，如果跌破，短线的风险会增加。第二个呢是333美元，这是当天最高的压力，如果能够突破，那么代表呢这个买方呢继续进攻。那第三个是342，这是决定行情这一波反弹行情的级别的一个位置。如果它能够被突破，那么反弹可能会继续升级；如果无法突破，将会继续有震荡的走势。好，那么这是我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预测。那么由于是新的一个交易周开始呢，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那么周 K 线图，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我们先来看 K 线信息。在8月3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有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当然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的位置呢，我们会看到是股价在下跌后的反弹中。那么前一根 K 线呢，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然后我们会看到在新的一个交易周收盘价站上前高，也就是说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或者叫变盘向上的信号。但是不足之处当周的成交量低。那这样一来，并且呢当周的 K 线是含有长上影线的，所以这样一来价涨量缩，通常是意味着股价的回档。所以周一的开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
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433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位。股价只有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在它的上方运行，才能够继续反弹，否则会有回档。好，那么我们之前给出的预测在当周是收盘在322，那么实际在8月3日当周呢，收盘是在328，这与我们预测的这个上涨的这个预测呢是相接近的。好，那么我们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预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预测，我们认为如果股价继续出现反弹，将会收盘在356这个位置。我们来上移这条水平线。如果是收在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是在302附近。好，那么周中我们刚刚给出了，我们要特别关注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333。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包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走势的预测。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然后我们把这个观察位，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要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前一根 K 线的最低321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说其实每天我们给出2个剧本市场都会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价格不会也就是市场的价格不会提前告诉我们答案。我们的任务呢并不是猜涨跌，而是在关键位置出现之前提前做好准备。这里是特斯拉 Daily， 我们下一期再见。